直接開始做咯。呢個係比較考啲手工啊，佢嗰個配方係已經係經過咗調製咗啊，比較適合咁樣做嘅。倒浆、抖浆、蒸煮、探焙，这一整套动作每天需要重复近1000次。自從父親退休後，傅寒奇和妻子便肩負起了果汁皮手工製作的重任。第二次煨過去之後，唔會咁易碎晒啊！我55歲做到依家都係咁樣做法。傅寒奇從小就在自家餐館幫手，至今已有25個年頭。傳統果汁皮的製作既耗時又費力，傅寒奇與妻子嚴格遵循着父親定下的傳統。我唔放心俾佢哋做，因為佢季節嚟唔同啊，新米啊，佢嗰啲漿打出嚟，佢唔受火啊，剪過嚟嘅時候佢又唔靚啊。如果你俾嗰啲外勞做咧，佢哋唔理你咁多噶啦，剪過嚟唔靚就唔靚啊，或者你俾我哋自己做翻咯。位於馬來西亞檳城汕頭街的全記鴨粥果汁，被譽為汕頭街美食的4大天王之一。自上個世紀80年代傅寒奇的父親接手以來，這家小店從走軌道發展為店鋪經營，受到街坊食客的追捧，長達45年。15歲的時候出來跟這個潮州老闆打工，當時他自己做的味道一般般哦。2個小時裡面，如果你沒有賣到啊，全部出去了，沒有生意啊。然後到我們的手的時候，我們一直在研究，守到1987年，那個時候真的很辛苦。從前任老闆手中接過果汁店後，傅明全用了7年時間，不斷改良果皮和醬料，直至達到最理想的狀態，並獲得街坊認可。憑借果汁小攤，他不僅維持了一家4口的生計，還將3個孩子撫養成人。06年起，讓我做58%的工了，他們去做的，我媳婦啊，我兒子他們去做的。果汁是廣東潮汕地區傳統的街頭小吃，主要由果皮、滷汁以及滷製的配菜3大部分組成。果汁的誕生和糧食保存有關，潮汕人將大米磨成漿後烘乾，製成了易於存放的果皮。下南洋的潮汕人把果皮帶到了檳城，初來乍到，生活窮困，能夠搭配果皮的配菜，最多是豬腸等當地人嫌棄的下水，用一點點葷腥安撫匱乏的肚皮。加包，吃的幾碗？一碗要做10塊12塊。好。在過去的1個世紀，檳城汕頭街的大部分店鋪一直由精通烹飪的華人店主們經營。天王雞腳果條湯、冰鎮四果湯、炭爐炒果條以及鴨粥果汁，因其超高的人氣與獨特風味，被眾多食客尊稱為汕頭街的4大天王。兩個果汁啊，喺度食啊，喺度食， 4個人的拼盤啊，幾個腳？傍晚時分，才是汕頭街一天中最具人氣的時刻。在4大天王小攤前，覓食的隊伍悄然排起，接單、配餐、送餐有序進行。夫妻間、兄弟間、父女間的協作配合，默契十足。嘈雜聲中，一碗碗香氣四溢的鴨肉果汁氣定神閒，井然有序地被送到食客面前。來，2個人拼盤，豬血豬皮不要，豬血豬皮不要。從小慢慢去給他們去學，讀好書也是其中一個。不過，如果你從小沒有讓他們開始做的話，他們長大了就不接受了。比較親的，先吃個古早味道，因為畢竟不想要流失嘛，因為都傳承那麼久。徐喜家驅車50公里來到了曲江，只為尋找一種高山菌菇。帶你去看一下我們這邊的高海拔的防野生種植的一個椴木冬菇。這個生態很好，環境很好啊。
啊，适合菇类哦。这个整个罗坑的环境非常好。这个你种的冬菇啊？是啊是啊。哇，这里挺好的，这海拔应该有400-500左右吧？有，是一个利用这个海拔高一些，然后有温差哈，还有它的生态，它出来的品质会是比其他的要好的。椴木冬菇相比带料香菇周期长，产销慢，但香味儿更加浓郁。身居韶关罗坑大山，香菇素的营养积累好。徐喜家今天要挑选的育种选手有2个标准：8成熟，个体健壮。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哎呀，长出来的，哈哈。找一个在青年阶段的，子实体要硬实一点的，这个菌种才比较强壮。开模它刚开，刚刚开啊，孢子也没弹。这个里面就是那个菌褶一条一条，这里面就藏有孢子的，你要收集到孢子才行，所以这个可以。好，包好香。这个下次如果说野外有看到有野生的这个香菇，你联系我，打个电话给我，好吧？文英，今天我们采了这个高海拔的这个香菇，我们马上把它这个提取一下菌种。徐喜家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总工程师，毕业后就来到这里与各种食用菌打交道。今年已经是第19个年头。那是什么木栽培啊？这是椴木的，我们就把菌种给它提取复状，看把菌种再活力再增强，提高产量的质量。四处奔波寻菌菇，培育菌种是他的日常工作。韶关地处粤北山区，平均气温低，昼夜温差大，非常适合食用菌的生长。这里出产的食用菌品种很多，香菇、真鸡菇、白玉菇、黑皮鸡枞菌等几十个品种，深受食客们喜爱。在诸多菌菇中，香菇才是老广最宠爱的食材。昔日人们会把产于粤北晒干的香菇称为北菇，其中冬至采摘的头菇最是抢手。日式料理店里脑袋顶上划了几刀的香菇，模仿的就是当年被北风吹裂了口的头菇。激发北菇的鲜美和香气，老广自有方法，将干香菇浸发后切粒儿，放入调好味的肉馅中拌匀，酿入泡发后切断的竹笙，填满香菇。以鲜味取胜，无需太多花活，简简单单清蒸就好。此时肉汁和油脂都被竹笙和香菇吸收，香气扎实浑厚，肉馅鲜甜干爽，尽显香菇王者风范。新鲜鱼黄膜洗净切碎，和肉碎干黄酱一起猛火爆炒收汁。细腻浓香的鱼黄膜肉酱是面条的灵魂伴侣。黑牛肝菌本是云南菌子界的当家花旦，每年只有到夏季才能吃到，保存期极短。但是在韶关，想什么时候吃随时供应。用肉类油脂滋润牛肝菌，提升鲜气，和五花肉同炒，鲜香味道就迅速地冲浆出来。菌子与鸡肉也是天然的好搭档。鲜菇土鸡煲是一道不显山不漏水的老广靓汤，鲜香潜藏在金黄色的鸡油之下。为了吃到全国各地的菌子，老广不惜投资设立了菌子生态工厂。徐喜家所在的工厂主要生产真鸡菇和白玉菇，通过控制空气、光照、温度、湿度等条件，模拟菌子的生长环境，实现食用菌规模化、标准化、高效化生产。这个叫真鸡菇，也叫蟹味菇。从放菌种到培养到这个出菇时间115天。
徐喜家每日不厌其烦地检查调整车间的工作，只为保证每一颗菌子都是大自然的天然味道。厂房有30个库啊，那我们一天的一个产量是将近45吨，能够实现每天的一个循环，每天有进的库，每天有采收的库、出的库。阿威，今天来看一下这个灰树花哈。徐喜家有个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。现在这个效果来看，还是长得比之前改善很多了。这一瓶是谁定的？是我们国内最大的火锅市场。行啊，只要说我们前面把这个工艺稳定好。在这里有新开发的品种。虫草现在怎么样？虫草现在现有的配方是稳定的。挺好。生态工厂每天出菇100多吨，流水线从不休息。按照客户的指定规格包装、冷链发货，已经成为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的主要供应商。喂，你好。罗支书啊。从美食天堂潮汕来到客家人聚居的粤北山区，徐喜家实现了从大海到大山的跨越。好的，我过来啊，我现在开车过来。热爱只有一个理由，制造鲜美。哎，张姐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这菇长得不错哎。还可以。香菇种植是山区农户的生活保障。徐喜家经常下到村里帮助大家。这种就不会留在上面了，你看，这些产量留块根部在上面，就那个菌柄在上面是不好的。这个留在。很多山区农户没有专业技术，徐喜家就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。我们都很开心啊，小孩子又能顾上，工作上又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就是这样，不错了，可以了。如何种植管理？何时才能收成？怎样分级定价？徐喜家和团队都会一直跟进。后面如果有什么问题啊，你就发信息给我都行，我们会第一时间会反应的。在菌子的世界里，研究菌子的人和烹饪菌子的人是天然的好友。強哥，你好啊，許總，好耐冇見啦。新研發嘅煨樹花生產品，哇！今天徐喜家提供新研发的菌子，好友強哥負責下廚炮製。入去整翻兩味。整翻兩味好。这是一種少見的食材——灰樹花，老百姓俗稱五菇、栗蘑。它是一種寄生在栗子樹下的野生蘑菇，佢會更加香啲嘅。灰樹花肉質脆嫩，強哥用粵菜的料理手法上脆薑油炸。脆薑看似普通，實則複雜，要用鹽、糖、雞粉調味後，再加入適量水，攪拌到柔滑無顆粒，才能放入灰樹花上漿。灰樹花要炸2次，中火炸到金黃，定型撈起。待油溫升高到一定程度後，再復炸。外表掛漿酥脆，內裡菇肉肥美，蘸上泰式酸甜醬，酸酸甜甜，鮮鮮嫩嫩，佐酒最佳。既然是菌菇專家提供食材，強哥自然不客氣。最後的壓軸菜是菌子大聚會，先把白玉菇、杏鲍菇、黑牛肝菌、香菇、黑松露切碎，灰樹花絲條，然後將灰樹花和各種雜菌依次放入油鍋，炸乾水分撈起。橄欖油，另起一口鍋，下橄欖油，瑤柱絲、冬菇粒兒炒出香味兒，倒入菌子，調味兒翻炒出鍋。這是粵菜料理手法中用素食展示濃郁口感的獨門秘籍。許總，哇，咁靚嘅餸啊，好香喎！整咗幾味啦。咁啊，呢個咧就係用嗰個天婦羅炸佢，佢係要舔一舔呢個汁食嘅。好嘅，我試下先。出邊脆嘅，入邊係嫩嘅，好香喎。
呢個咧就係灰雪花咧，就係炒臘味啦，食起上嚟咧更有一番滋味嘅。好鮮甜啊！係啊，最重要咧就係啲原材料要好。咁啊係喎。我今日咧就整呢個菇醬咧，阿許總你咧都可以做一個預製嘅呢個菇醬，慳翻煮餸啊！吴川地处粤西最大河流建江的下游，三江汇聚，濒临南海，丰富的水资源使得吴川的水产养殖业兴旺发达。罗非鱼独占鳌头，成为吴川走遍世界的名片。80后的钟金鱼是水产养殖大拿，有着20多年的养鱼经验，在当地小有名气。精心养护了7个月的鱼，明天可以下网捕捞。大家1年的生计都在這幾口魚塘裡。每次颱風過來咧，我哋都會有個損失，所以我養殖種植好難講啊，靠天命啊。天刚亮，一支12人的專業捕魚團隊已經開始做捕撈前的準備工作。根據魚塘大小，他們把3張50米長的漁網拼接成1張大網，是為了捕獲1斤以上的魚。領隊寧亞宗經驗豐富，一邊觀察水中情況，一邊指揮工人將漁網慢慢沉入水底。確保漁網把池底鋪滿，兜住魚群。2個半小時過去了，眾人開始合力緩慢拉網。突然，泡在水裡的寧亞宗興奮了起來。咦，又係關鍵，你哋作網佬作得到佢先有用㗎，係咪咯？隨着漁網逐漸聚攏，數萬條羅非魚即將起水。另一個挑戰接踵而來。啲魚啊，而家太多啦。漁網裡的羅非魚密密麻麻，擠在一起容易供氧不足，導致死亡。真正魚回來冇得鵝頭㗎。鵝頭係有危險啊！經驗老道的鐘金魚連忙開啟供氧機，隨後又拿來一桶補氧神器，魚群終於能正常呼吸，他這才鬆了口氣。貨車很快入場，準備裝載今天的第1車魚。做嗰啲羅非啊、烤魚啊，就要嗰啲㗎啦，斤7左右，斤6、7啊就足夠㗎啦。這次捕撈了10萬斤羅非魚，大大超出鐘金魚的預期。老闆佢哋估算係6萬幾斤，從3部車一直派到第6部車咧，加賺晒1萬斤多。在過去，羅非魚銷售主要依賴出口，大豐收往往未必有好收入。但在吳川烤魚闖出招牌以後，養殖戶多了一條賺錢的通道。出口嘅話，價格一直好被動啊！政府啦，呢幾年就搞個烤魚啦，而製菜嚟講，對我哋都有好大嘅幫助。捕魚隊立大功，鐘金魚請來村裡的鄉廚給大伙兒做飯。今天的主菜是酸菜羅非魚。新鮮的羅非魚簡單處理後，直接切塊下鍋煸炒，用薑豉調味，最後加入酸菜炒香。家常菜主打魚肉新鮮嫩滑，酸菜馥郁爽口。喂，你好，陳總啊。老闆你好啊。而家啱咗魚啊，咗車魚嚟。好啦，咁你送過嚟啦，等你移過嚟。剛剛捕撈的羅非魚被迅速送到加工廠，陳隱生和同事們同步驗收。羅非魚按1斤和1斤半2個規格分揀出來，由質檢人員抽樣檢測。
品质就是非常好的，这种肉质的感官就非常好。整体颜色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，没有什么黄釉嘛，是吧？看这个也没什么寄生虫，非常适合做我们的烤鱼啊。过完质检关，新鲜捕捞的罗非鱼马上被送到车间打鳞和开背。我们原来大概1个小时要10几个人才能够做3000多条鱼，现在一台机器只要2个人就可以解决了，替代了。今天要做的是蒜香风味烤鱼，适合吃辣功力偏弱的老广，在180摄氏度高温下炒香蒜蓉，经历半个小时的水深火热后，集体送去滚揉车间。就是滚揉后的一个鱼呢，它的这种肉质弹性会更充足，然后呢也是可以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嘛，是一定要把控好啊，这个是保证口感的关键，是好吧？经过200摄氏度以上的滚油热烤，罗非鱼外皮变得焦香，肉质依旧保持鲜嫩。此时满车间都是诱人的味道。经过2次调味的烤鱼被源源不断地送进一台双螺旋冻机中，会在零下45摄氏度的温度下冻结100分钟。超低温可以锁住肉汁和香气。吴川烤鱼风味多样，麻辣、青花椒、蒜香是食客热捧的主流。研发部的陈文伟决定再来个泡椒风味。定期碰头试吃新品，是陈引生和研发部的日常工作。这次的泡椒风味由4种辣椒和紫姜调配而成，吃一口，老广能辣得倒吸一口凉气。先试点它，试一下这个汤。我试了之后，我觉得这个辣度呢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广东人啊，很下饭。对，以前我们炸的是1到2分钟，现在我们延长时间3到4分钟，鱼会更加酥脆。酥脆哈。流程管理、规模运作、批量出品、质量稳定，这是老广在味觉世界里的新尝试。其實這並不是突如其來的變革，更不是向工業化的妥協。蒜香味好適合我哋唔食辣嘅廣東人。這個味道贼好吃，這個絕對上癮，就是太辣了。當然了，我一個人吃完1盤都沒問題的哦。唯一改變的是食客出現的時間、地點和品嘗的方式，唯一不變的是味道，才是買單的前提。